我是推把。在开始推理吧第2季正式录制之前，我们邀请了罗拉、王能能、侯卓成、杨汝晴、黄凯、胡明浩6位嘉宾来到推镇做客，进行试玩体验。接下来就由我推把和大家一起观看解说推镇新居民的精彩表现吧。昨天2004年6月3日是为期3天的推镇艺术学院校庆活动的第1天。想听 rapper 对不对？好听但不贵，出门左转扫码缴费。几位同学在学校的小礼堂彩排推鹅湖时，大屏幕突然出现了子道乐的求救视频。大家发现子道乐死在了道具柜中。随后在推探的搜查中，无人的琴房出现了第2位死者 TYP。 随着大家的深入调查，发现了藏在洗衣房后面的推客帝国，从而推测2位死者可能是楼主和555协同密谋作案。但遗憾的是，众人并未抓住最后的真凶，让其逃脱。没想到吧？推镇艺术学院校庆仍在继续，音乐剧《推鹅湖》的演员们在小礼堂准备演出。死人了！就在推鹅湖即将开演时，大家被小肖同学的声音吸引到了后院。死人了！小肖告诉大家，瑞斯拜死在了宿舍楼的天井里。瑞斯拜11点20的时候，我收到一条匿名信息，他叫我来2楼天井。我刚一到2楼，然后我透过玻璃窗就看到瑞斯拜躺在地上，然后我从2楼玻璃窗又看到1楼的门上全是胶带，然后我下楼，我发现由于胶带的原因门推不开，我又去那边小卖部拿了一把美工刀，然后我顺着门缝把胶带划开，我进来之后他就已经没气儿了。这真跟我没关系。这样，我是唯一选修过法医专业的学生，我去拿实验工具。好，你们等等我。好，你快点，保好案发现场。好嘞。开始推理吧体验版第2案推镇2004推艺怪谈之午夜的诅咒正式开始。现在是2004年6月4日，本案死者瑞斯拜是推镇艺术学院表演专业大2学生。经过初步排查，瑞斯拜的死不排除他杀的可能，而杀他的凶手就锁定在阿凯、罗罗、能能、明浩4人之中。汝晴和卓成暂时没有嫌疑，所以成为本案的推探。请2位推探留在案发现场进行搜证。我们不能看啊！突然感觉你们都有嫌疑啊。Have a good time 头着地。哎，他兜里有东西。我该死。是打印的。哎呦。脚手架高度6米。6米。哦，他有可能就是从上面摔下来的，但是不排除他是被人推下来的。哦呦！这写着这个标志就是不可以打开的，是老师在里面。那他那个手机上有没有其他信息？我看你手机。凶手是10点10分。我是小卖部的小薇，我同事查了宿舍楼门口，就是小卖部门口的监控。突然出现的小薇同学给2位推探提供了一个线索。
于是2位推探来到小卖部进行查看。应该是这个。这个电脑这儿有一个与推艺小卖部店长的对话框。2位推探在案发现场搜证结束后，将4位嫌疑人带来了动脑堂进行问询。这里表面是药铺，实际上是推镇的办案中心。那大家都分享一下跟死者 Respect 的关系吧。我跟 Respect 是同学和室友的关系。然后呢，我是 Respect 的学长 ，Respect 是我学妹，我跟她一起排练过一个话剧。我和 Respect 是同学，我很欣赏他的导演才华，我觉得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创作伙伴。他创作很多音乐剧嘛，我也有参演过一些，但是都只是艺术上的交流。他跟我是同学关系，他对于音乐剧的造诣也是非常高的，我也非常希望跟大家一起合作。Respect 姐姐是我的很好的一个导演姐姐，她平常都会帮我们一起排话剧，我也是她的话剧团里面的演员之一。好。那么我们大家都描述了自己跟 Respect 的关系之后，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案发现场的搜证报告以及我们搜到的相关证据。首先说一下今天的案发情况，被害人是 Respect。案发的时间是在6月4号的早上11点40分，案发的地点是宿舍楼天井。我们在现场发现的证据，首先是由小肖同学提供的专业的尸检报告。对，尸检报告可以大家看一下。死者脚踝处有勒痕，头部受到重创，颅内出血，多处内脏器官损伤，死因是从8米高处坠落而亡，初步推测死亡时间是在6月4号的10点到11点之间。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今天10点到11点之间，各位都在干嘛呢？推探第一时间就询问了大家在10点到11点之间的时间线，试图从中找出不寻常的端倪。没想到4位嫌疑人在10点半之后都两待在一起。10点半的时候，我就去找我妹妹罗罗，想着去教妹妹唱段，因为我们不是都要排练退儿湖嘛。10点半到11点，阿凯和罗罗在学校前庭，2个人从聊天演变成吵架，罗罗还吵哭了。而明浩和能能10点半到11点15一起在形体房加练魔王大战王子的动作戏。在10点半之前，罗罗在前屏看书，阿凯在录音棚练声，明浩在无可奈何边看电影，能能在道具仓库整理道具。所以目前10点半到11点之间基本上都是有互相证人可以证明的，但是10点到10点半目前都是空的。由于10点半到11点之间4个嫌疑人两待在一起，所以推探初步怀疑作案的更大可能性在10点半之前。通过查看瑞斯拜手机发现，有一个未知号码在10点10分给瑞斯拜发送了一条信息。10点10分的时候，有一个未知手机号码发给了 Respect， 一条信息是到洗衣房来，我会告诉你爱唱歌跳楼的真相。未知号码以告知爱唱歌跳楼真相的名义约瑞斯拜到洗衣房见面。然后我们在小卖部的电脑里发现了一点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中，小卖部的店员提到10点15瑞斯拜进入了宿舍楼，说明15分时瑞斯拜还活着，很有可能是收到信息后前往洗衣房赴约。洗衣房是凶手约 Respect 见面的地方。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把 Respect 的死亡时间缩小为10点15至10点半。随后推探又把目光聚焦到了坠亡高度。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尸检报告，法医推断是从8米的高处坠亡的。尸检报告给出的坠亡高度是8米，而现场天井中最高的施工脚架也仅有6米，所以中间有一个高度差。并且由于昨天爱唱歌同学跌落天井，
学校已经把宿舍楼所有2楼以上的窗户都封锁了，不存在从宿舍楼高层窗户坠落的可能性。这就暂时留下了一个疑点：如何在并没有8米的天井让它从8米的高处坠落呢？推探还从死者尸体上发现了脚部勒痕和一张打印的字条，上面印着“我该死”3个字。接下来，卓成又分享了本案最大的疑团。根据小肖的证词，他在11点20分时接到匿名短信，让他去2楼。11点20的时候，我收到一条匿名信息，他叫我来2楼天井。然后他在2楼窗户看到天井里躺着一个女孩，并且天井门的内部被胶带封死了。随后他赶紧跑下来，发现推不开门，于是前往小卖部拿了美工刀，沿门缝划开胶带，才进到天井内，发现瑞斯拜的尸体。现场整个天井就只有一道门，并且这道门大家看到过是被封条从里面锁住的。然后其实非常有疑惑的一点是，如果凶手想制造一个坠亡的假象，那他为什么还要用胶条封住呢？会不会他其实想制造就是密室的那种感觉呢？就可能他就觉得那个 Respect 真的是自杀，不是他杀。对，他是想营造他自己贴完之后自己跳的嘛。对，因为他写的是我该死，但这个纸条可能是凶手捏造的，所以这是一个密室杀人案件。那上面呢？上面可以下得来吗？理论上是不可以的，因为后勤已经把2楼以上的窗户都封锁了。但2楼的窗户有没有破损？没有，就是打不开是吧？对，并且小卖部监控信息显示，整个10点到11点半期间，只有瑞斯拜和小肖出现过。那么凶手是如何消失在天井这个密室之中的？又是如何进出宿舍楼作案还不被小卖部监控记录的？因此，大家推测应该存在其他不经过宿舍楼门口的路，可以通往天井。推探的分享告一段落，随后阿凯分享了自己找到的证据，使得能能心里的秘密和潜藏的杀机浮出水面。能能珍藏了一个画本，上面画着年幼的自己和一个长着9个痘印，名字叫 Canary 的小女孩，记录了2个人在国外相处的美好记忆。画着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在吃饭，写什么字是 Canary 金丝雀，是你。你居然知道这么小众的词啊！推菲尔铁塔7星米其林餐厅，很得意啊。所以是换你跟我了。对，是吗？能能。就在大家以为这个 Canary 就是小时候的罗罗时，一封绝笔信带来了反转。Terence， 就是你是吗？这个，我想和你告别，请别觉得突然，听我说一个故事吧。直到你转学来我们班，哪怕时隔多年，我也第一眼就认出来。只是我没想到你也会成为无视我的人群中的一员。不过还是谢谢你给过我一段单纯美好的回忆。我要离开了，希望未来的你一切顺利，幸福快乐。一只不再歌唱的 Canary， 坠楼的爱唱歌。对。罗罗，他在为他而难过。把话说清楚来。大家记得昨天吗？在10点钟之后，我就在宿舍的门缝当中发现了一封信，就是你手上的这封信。就其实我从去年9月份进到退役之后，我突然看到了罗罗，然后他有9颗痘，然后他也叫 Canary， 我就认定他就是我10年前在推纳河畔见到的那位。替身文学，你把我妹妹当替身？就是，但我心中依然有着对她的抱歉，同时有着对真实 Canary 的思念，因为她最后掉落天井之后送到医院不治身亡，我心是非常痛苦的。
原来能能和罗罗的爱情是起源于一场误解，而真正的 Canary 爱唱歌跳楼自杀了，已经跳楼坠亡了。能能悲痛欲绝时，收到了一段推克帝国上的匿名私信，私信讲述了学校里的恶女大姐大瑞斯拜是如何欺负爱唱歌的。瑞斯拜控票，导致爱唱歌成为退役之星投票中的最后一名。随后，爱唱歌被全校孤立，当作透明人。推测由于昨天退役之星再度评选，爱唱歌担心自己仍然是倒数第一，无法继续忍受被隐性霸凌的痛苦，而选择了自杀。我就在那个晚上11点的时候，就在河边暗自神伤。在0点的时候呢，我收到了这条私信。以前一直对他很冷漠。你为什么对他很冷漠？因为同学们都叫我就远离爱唱歌啊，但没想到爱唱歌就真正的就是我以前那个 Canary。我觉得我的冷漠也间接的害死了他。所以你很恨 Respect？ 对，我其实恨 Respect。私信时间可以给我一下吗？0点。0点。对。虽然 Respect 霸凌了爱唱歌，但是根据现场我们发现的手机短信说的是来洗衣房，我就告诉你爱唱歌跳楼的真相，所以肯定不是 Respect 把爱唱歌推下去的，对不对？ Respect 他其实也在找真相，查询爱唱歌跳楼的真相。那 Respect 为什么要去找一个他霸凌的人跳楼的真相呢？这个逻辑我感觉很奇怪。所以有可能爱唱歌和 Respect 之间有一些什么关系？应该不只是单纯的霸凌者。对。哦。而且有没有可能这个未知手机短信跟回能能说我知道真相那个人是一个人呢？下一个证据是一块大树皮，树皮上有一个猪鼻子的印记。其实我在12点之后收到私信之后，我回到宿舍楼的各个公共区域走一走，也散散心嘛。突然发现我的手机没带，所以说我又回到了文莱河边。找到了当下，我听到砰一声，就2棵树突然就倒了，然后只是我看到一个猪头怪在撞树，猪头怪在撞树。等那个猪头怪撞完树之后，我就在树下收集一些证据，就拿到了这块有着猪头鼻印的树皮，然后前面有一个恐龙怪，然后现在要出个猪头怪，我十分的诧异。猪头怪撞树，好可怕！更可怕的是，紧接着猪头怪就出现了。罗罗找到了明浩沾满了树叶和泥土的 T 恤、裤子、道具、手铐。问询之中，明浩讲述了自己半夜变猪头怪的过程。就是我昨天晚上本来在睡觉，突然我就感觉我被打了，然后我一睁眼看到的不是宿舍里，是河边。就是看到的是2棵倒了的树，然后我就很奇怪嘛，然后我就想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就想摸把脸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着，然后我摸到了一个猪鼻子。啊，你也摸到一个猪鼻子？你摸自己的脸，然后摸到猪鼻子？对，又摸自己的头，感觉自己头特别大，然后耳朵就跑到上面去了。走到宿舍的时候，有那个宿舍门的反光嘛，发现我的头真的变成一个猪头。那就是猪头怪。我也不想被别人看到嘛，但是我又怕说，因为我一开始在宿舍，后面到了河边，是不是因为梦游，然后怕自己睡着再梦游再乱走，所以我就去了道具仓库，拿了一个那个手铐。所以拿完了之后就直接回了寝室，然后把自己靠在床上睡着了。大概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寝室的吗？这个不知道，我只知道是在12点过，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心情看手机或者确认时间之类的。然后是明浩的床底下有一个带着血的衬衫，是为什么呢？是我变成猪头怪之前，就在写我自己那个 rap 的歌词，突然听到走廊上有急促的脚步声，还有那种哼哼唧唧的有点痛的那种声音，然后我就有点好奇，我就把宿舍拉开了一条门缝往外看，然后我看到一个浑身缠着绷带还在渗血的人，
死的活的？活的，因为他抱着一个东西在往楼道走过去，就那个人还在到处看，然后我就抓紧悄悄把门掩上，我怕他看到我。确定他走远了之后，我才敢出去看一眼。人确实是不在走廊上了，但是我在楼梯口就看到了这件那个全是血的衬衫。明浩先是捡到了浑身是血的绷带人掉落的血衬衫，又在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变成了猪头怪。而这一件件离奇的事情，好像跟一篇帖子有着种种关联。罗罗在明浩的电脑里找到了一篇校园推吧讨论帖，帖子里讨论了瑞斯拜执导的音乐剧《猪透》。猪透讲了一个童星在年少成名后逐渐迷失自我的故事，由今年退役之星最后一名胡杰主演。猪透取自猪头的谐音，而这个名字正是明浩取来嘲笑胡杰的。看起来好像你跟这一部剧《猪透》的男主角有一些不太好的关系，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谈不上恨他吧，就有点讨厌。就是应该是去年3月吧，他转来了退役我们专业，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光顾着跟罗罗谈恋爱，没怎么在意他。但是我睡觉的时候总听见有人打呼噜，那个呼噜就是高高低低，然后断断续续，这个鼾声啊就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睡眠，以至于有几次演出的时候，我在台上边 rap 边打哈欠，所以我就是必须要找到这个打鼾的人，我就趴着每个宿舍的门上就挨个在听，终于发现是从阿凯和胡杰的宿舍传出来的。我就去敲他们宿舍的门，然后门开了，胡杰不在，只有阿凯在。然后我就问阿凯是不是胡杰每天打呼噜，然后阿凯说是胡杰。然后我当时认为这个胡杰是那个打鼾的罪魁祸首。对，这就是我跟胡杰的恩怨。因为胡杰的鼾声影响了明浩演出状态，所以为了报复胡杰，明浩给他取了猪透的名字。胡杰让我在演出中出丑，我也要让他在这个尝尝这个出丑的滋味。大家猜测猪透和明浩变身猪头怪可能存在着关联，无独有偶，阿凯也在昨天半夜经历了一段离奇的事情。被单、床单、枕套跟他的裤子。好，可以看，我们把床单铺开来看，真的是不是有什么有水印啊？其实尿床了，尿床了，整个是湿漉漉加血迹的。昨天晚上我快睡着的时候，就迷迷糊糊中感觉浑身剧痛，然后睁开眼一看，发现我的身上长了很多伤口，就凭空长出来的，就我的胸口、还有肚皮、还有四肢都在开裂，然后还在渗血。本能的反应就立刻从我的床底拿出了我的医药箱，然后给自己包扎。我之前跑龙套经常受伤，所以我就很会包扎。包扎完之后，我就把这些衣服换下来，然后拿去洗衣房了。所以明浩看到那个人应该是我。然后我看到一个浑身缠着绷带还在渗血的人。我跑去的路上确实又很疼，然后一直在渗血。好恐怖，我不看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一个模糊了的一个影子，在小卖部当中偷一些东西吃。对，他特别喜欢吃龙须酥，你看他把所有龙须酥都拿出来了。昨天不是10点半以后我们就各自分开了嘛，然后当时去前屏要练习一下推鹅湖的唱段，我看了一下时间，可能快到0点整了。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回宿舍，然后回到宿舍，我刚迈进宿舍大楼，听见那边传来了稀稀疏疏、撕拉撕拉、咔嚓咔嚓的声音。我觉得不是小偷，就是怪物，因为我们昨天也看到一些怪物嘛。然后这个时候我赶紧吓得往后退了一步，躲在墙角上，用手机悄悄地拍了一张，然后发现是一个黑影，然后地面都是龙须酥，然后还在疯狂地吃东西，感觉像饿坏了一样。你看到之后，你有做什么吗？你有告诉其他人吗？你告诉胡杰吗？很奇怪一点是胡杰没在宿舍，我也没见到他。
紧接着，能能又在校园推吧里发现了一篇第1高楼帖，一篇让胡杰从万众瞩目的童星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帖子。帖子内容是有知情人对胡杰进行了全方位爆料，包括但不限于整容、鼾声如雷、私下辱骂粉丝、同时交往18个女友、耍大牌迟到、打架、好赌等等。大家怀疑阿凯如此关注这篇帖子，可能是参与了其中某个爆料。结果很快发现，这篇帖子里所有的料都是阿凯爆的，而且还都是造谣。你有刮刮乐、路人甲乙丙丁的人账号，不是他有这些所有的这些假账号，然后背后写着整容，背后骂粉丝，同时交18个女朋友，好像不需要照证据了。现在说什么大家就，你个小黑子，你跟胡杰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在推吧第1高楼上面造谣他？我刚还问他有没有任何一个是他发，结果全是他发。笑死！来吧，小黑子，网暴就是你啊！原来，来吧，解释一下吧。6月10号，我在我们推正最新出刊的推正大瓜上看到一篇气炸我的新闻，说什么草根哪有童星好，史诗巨作，当面埋伏，疑似换男主。当时明明跟大导说好的男主是我呀，上面有鼻子有眼的说要换掉我，然后让胡杰去演，然后我就很生气，凭什么他被所有人爱着捧着，而我就被媒体作为捧他的一个工具？我想，既然所有人都觉得他光芒万丈，我就要毁了他，我要让他形象全无。所以在6月12号那天，我就注册了刮刮乐的账号，发了第1篇帖子，2次创作了很多2次创作出了很多就是黑他的料，但这样我觉得可信度还不够高，我又注册了好多个账号，路人甲乙丙丁，然后并且我还去做了一些实锤的证据，就比如说那个黑他整容，所以我就去把照片给 P 丑。就那个辱骂粉丝，当时其实我有亲耳，就是我有听到他，就听到胡杰说帮一个人试戏，然后我就把前面的过程给忽略了，然后只留下了这一段他试戏辱骂粉丝的，然后音频放到网上去流传。打鼾那个也是我编的，其实那个鼾声是我。到后面其实有了这么多证据以后，就是很多人也看他不爽，然后也会去网上黑他。再到后面，其实黑料越来越多，热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我随便编一些都有人信。阿凯出于嫉妒，用无中生有的谣言重伤胡杰，然后出现浑身是血的怪象。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罗罗身上。罗罗从小就不爱吃龙须酥，昨天半夜却在自己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出现在小卖部狂吃龙须酥。第一个问题，好吃吗？蛮好吃的啊，就是脆脆的啊，咔哧咔哧，就如同他照片里拍到的时候那个时刻一样的。就照片里的那个拍到那个黑影就是你。Yes， 应该吧？其实我不确定，因为我记忆之中我不爱吃龙须酥。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出现在那里呢？就是因为说我那天感觉很奇怪，我就是头昏昏胀胀，突然间就进到了小卖部里面，我就开始吃龙须酥。你是有意识的？我没有意识。另外，明浩还找到了罗罗和爱唱歌的聊天记录，记录了一直以来罗罗用情感绑架爱唱歌为自己服务，又在爱唱歌成为了退役之星最后1名时彻底无视他，为爱唱歌轻生的想法加上了一根重重的稻草，让我快要窒息。我要走了，再见。我不是这么坏的人。我一直只是喜欢跟爱唱歌姐姐就是住在一起，她平常都很照顾我，我觉得她就是我的真姐姐。那为什么去年你就跟她断掉联系了？大家知道学校里面有个不求我的规定吗？就是退役之星的评选最后1名是不可以跟她说话的。我觉得罗罗跟爱唱歌关系与其说是好，不如说是他把她当保姆。其实是的，你看穿了他本质。
以及从罗罗昨晚陪宿管阿姨查寝的结果来看，所有人当时都不在寝室，但汝晴却说自己早早就睡了。为什么查寝的时候没有发现她呢？我的记忆里，我因为今天的演出嘛，其实我11点就睡美容觉去了。但是呢，罗罗刚刚说了，其实我并不在宿舍里，所以这个是我很诡异的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也失去了我的意识。归纳出来一个点，就是我跟阿凯和罗罗其实都有霸凌的行为，一个是造谣，一个是给人起外号，一个就是那个冷漠，所以我们身上都出现了这种灵异现象。对象不同，所以可能我们身上这些现象是对我们霸凌的一个惩罚，所以可能在这个学校里有某个这样的机制来惩罚，让这些霸凌别人的人受到报复。我知道，怎么了？你刚刚说他为什么改剧本？就是我是今天早上7点 ，Respect 把我叫起来问我说 ，O 不 OK 把白天鹅变成黑天鹅？他说会这样剧本更精彩，然后我同意了。昨晚爱唱歌死了，他是受到 Respect 的霸凌，对吧？对啊，就从白天鹅变成黑天鹅了，他改剧本了呀。所以是爱唱歌的附到了 Respect 的身上，有可能。可能 Respect 知道了，爱唱歌跳楼是因为受到了他主导的霸凌。所以伪造成说 Respect 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觉得自己该死，他自己跳下去了。但实际上是不是别人为爱唱歌复仇然后制造了这一起密室杀人案件？应该是的，合理。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在本期节目中，作为凶手的玩家都将面临 X 的考验。如果真凶玩家在考验中取得成功，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一人进行黑化。一看就是。别指我，指我的绝对是你。妻离子散局，也不一定是这个哦。感觉你今天状态跟昨天状态不太一样呢。到底是难掩笑意的汝晴，还是故作镇静的卓成？或者本案根本没有 X 呢？先卖个关子，我们继续看下去。那我们去宿舍楼搜搜证吧，看看现场。要不先去我的寝室，因为我跟 Respect 是室友。往这边走，102。在推探汝晴的建议下，大家决定先从汝晴和死者瑞斯拜的宿舍102调查起。这有个电脑，还有笔记本。来看一看，这是 Respect 的账号。对，登录。哎呀，他给3个人发了信息。阿凯，先看看啊。今年退役之星，不要给爱唱歌投票，否则我的音乐剧你就别演了。好妹妹，今年退役之星，不要给爱唱歌投票，否则只要是我的音乐剧你就别再想演了。Respect 又号召大家不要给胡杰投票，否则音乐剧就别演了。就是 Respect 就一直在霸凌大家呀。给我一个你贴身用品有急用。阿凯说啊，什么用 ？Respect 说想给你量身定做一部剧，用你的贴身物品编桥段。阿凯说这么有意思，10厘米增高垫够贴身了不？10厘米增高。然后 Respect 在11点的时候，让罗罗也要给他一个贴身物品。Respect 就说：“你会是我所有剧本的女主角。”换女主了。
姐姐终于看到我的才华了，我的贴身物品就是这本书《如何征服英俊少男》。他本人真的有这本书，OK。浩给了一个2B 铅笔，中华牌 ，Made in China。跟吃就行。每个创作者必备的随身好物推荐。找一下有没有贴身物品啊？我要找一下2B 铅笔。你要画眉毛是吗？对。哎，照片。这照片怎么回事啊，如晴？小星星福利院，你是收养的？这是你的照片吗？啊，我跟我爷爷，但这个我其实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我的好室友。好，我们现在去101罗罗跟爱唱歌的宿舍。都是爱唱歌的奖状。什么？大家来看这个。如果你看到这段文字，代表你已经慢慢变异成校园怪谈中的怪物了。诅咒的方式就是将对方的贴身物品拿到夜间自习室的秘密神龛。那么你们3个人，阿凯、罗罗和浩，昨天晚上都变成了怪物，原来是因为 Respect 拿你们的贴身物品去诅咒了。大家在罗罗的宿舍里发现了一段不知从何而来的文字，上面提到了他的贴身物品被放在了夜间自习室的神龛上，被下了诅咒。罗罗承认自己去夜间自习室检查过，发现自己的贴身书的确被放在神龛上，而且背面被贴了诅咒，变成白幕后的怪物，失去身体的控制权。先看看我们宿舍。紧接着，大家又搜查了明浩和阿凯的宿舍，发现2个人跟罗罗遭遇了一模一样的事情。2004年，猪头人参食量剧增，用测代替所有回答。明浩被诅咒，增高鞋垫10厘米的，上面有字：浑身流血，痛不欲生，永远反复。这是对你的诅咒啊！对。我就是无意间有看到那个纸条，然后我就去夜间自习室，发现有个神龛，里面确实有我的增高鞋垫。我感觉我这下面有什么东西。要止鼾贴的，就是你啊，是我前面说了，你打鼾，我打鼾。感觉这个是一般的糖啊。这儿。这是什么？如果你看到这段文字，代表你已经慢慢变成异变校园怪谈中的怪物了。所以所有受诅咒者都会有这段文字。好像最后都是在夜间自习室找到的。我们要去，那我们就去夜间自习室看一看吧。走吧。你先走。我垫后。其实是我垫后，你在中间。他们都是被神秘文字提醒后，去夜间自习室，才发现了自己被诅咒的事情。有密码啊？密码是6位字母，我觉得跟颜色也有关系。23351是绿蓝粉。会不会是绿是 green， 然后是 green 的第2个字母？对，是2，然后蓝是 blue。Run now， 现在跑。你现在跑。